大家好，欢迎收听 Blockdaemon 播客，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Jonathan。在这期的节目中，我们会讨论区块链基础设施、基础建设的发展，保护数字资产的安全措施，以及 staking、DeFi 及区块链整体未来的趋势。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来自 Cactus 的 Wendy 以及 Blockdaemon 的 ZJ，两位在区块链行业都十分资深。Cactus 跟 Blockdaemon 更是引领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先驱，相信他们能为今天的主题带来深度的见解。开始讨论之前，ZJ、Wendy 可以请你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我先开始吧。所以各位观众好，我是 ZJ，现在是 Blockdaemon 的技术客户经理。我于2022年1月加入 Blockdaemon，与我们的亚太区总经理兼销售副总裁 Andrew 一起服务当地的客户。关于我的工作范围呢，主要是负责销售前期的业务扩展，以及后期像是引导新客户与现有客户建立关系，以及与内部客户支持团队合作解决客户的问题等等。稍微介绍一下 Blockdaemon 吧。Blockdaemon 是全球最大的独立节点基础设施提供商。目前我们支援超过60个区块链网络和协议，确保所有节点达到99.98%的正常运行时间，并且在美国、欧洲、中东和亚太全球主要时区提供24小时客户服务。Blockdaemon 也为了许多交易所、托管人、加密平台、金融机构和开发人员等等，在我们的基础设施上建立了许多可扩展的产品。我们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节点基础设施，还有统一各种数据的 API。例如像是我们的 Universal API 呢，就凭着单一端点可以提供连接到19个协议。除此之外，我们也为主要的 Proof of Stake staking 协议，例如 Ethereum、Polkadot、Solana、Polygon 等等，提供机构级别的staking 质押。最后还有 Blockdaemon 最新的产品线呢，就是我们的 MPC 钱包解决方案了。基本上我们为机构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区块链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可说是一应俱全。那我现在就交给 Wendy，做她的自我介绍吧。好的，大家好，我是 Cactus Custody 的业务负责人 Wendy。Cactus 呢是 Matrixport 旗下的合规托管机构，是数字货币领域最早持有香港 TCSP 牌照的托管商。那 Cactus 的基础设施建设于2018年，经过5、6年的运行，累计的资金管理规模高达上百亿美元。我本人之前是在银联工作的，那么当来到了 Matrixport 这边呢，也是作为Cactus Custody 唯一的产品经理，并且和我们的研发团队一起将这套系统从0到1建立起来。之后呢，又主导了建设了整个托管的运营管理流程。就是在托管业务呢，这个业务形态，它从一个不被人注视的业务，到了大家公认的底层基础设施。我非常荣幸的能够见证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很乐意在之后的交流中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谢谢大家。谢谢两位。首先好奇的是，在区块链产业急速发展的环境下，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Blockdaemon 和 Cactus Custody 是如何优化产品服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吗？就像先前提到的，Blockdaemon 是一家领先全球的区块链基础设施平台，专注于节点管理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区块链网络这方面呢，我们不断扩展我们的区块链产品和支持。在今日，Blockdaemon 支援着60多种区块链网络，并且启用了超过15万个节点。与2年前我刚加入时仅有的35000个节点和45个区块链网络相比，我们在节点基础设施方面达到了大规模的扩展。就节点的多样性而言，我们云端服务器支持节点托管，
也在全球各地拥有实体的数据中心，这包括在新加坡、阿姆特丹、匹兹堡等。我们在 staking 服务这几年来也经历了重大的改进。当我刚加入 Blockdaemon 时，我们还没有建立任何 staking API， 但是不到短短的2年内，我们就推出了9个质押 API。对于比较不太擅长技术操作的用户呢，他们也可以其实用我们的 Blockdaemon 网页版 App 连接 Wallet Connect，一接式质押。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机构钱包也进行了重要更新，引进了冷储存和待变化功能，来提供安全和可靠的区块链服务。最后呢，作为一个全球性公司，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对客户资源和覆盖范围进行了重大扩展，为所有客户都提供了全天候资源服务，这包含北美、欧洲、中东和亚太等全球主要时区。OK Wendy，那我来说OK，我来说一下 Cactus 是怎么面对这个挑战的吧。就是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它确实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挑战的赛道。就我们经常可以听见啊，大家都说币圈一天，人间一年的戏称，这个足以就说明这个行业变化之快。说实话，我刚从传统行业进入到数字货币领域，我也非常的不适应，就感觉每一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接收新鲜的事物，以至于到了现在，我再去看很多传统金融的东西，我会觉得天哪，我可能已经心理年龄上面已经可能比他们成长了就是超前了几十岁。那么，正如我刚开始所介绍的，Cactus Custody 呢是行业最早的托管服务商之一，就是也经历了这个数字货币的高速发展的全流程。我们面临的需求几乎涵盖了整个区块链产业的上下游。例如，除了这个最基础的温存储、冷存储这个钱包支持，就是矿工挖快爆快的这个能力之后，我们看到了还要支持访问 DeFi 的协议，托管 NFT 资产，然后支持这个区块链的原生 staking， 以及最新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从 BTC 网络引申出来的 BRC 协议啊、ARC 协议啊这些。那其实就在每一个行业中，新的一个协议和技术 ，Cactus Custody 呢，其实一直都对行业保持着高度的敏感，都在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我们对于市场的快速反应呢，也获得了现有用户的这个高度赞扬。那除了技术上面，这1-2年我们也明显体会到了市场对于托管的合规性、透明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除了技术上的累积，也在这个合规上也不断的精进。比如说，我们持续的扩展我们持牌经营的区域。那 Cactus 在去年年底就提交了新加坡 CMS 牌照的申请，同时呢，这个 SOC 2 Type 2和这个3个 ISO 审计，就是这个 ISO 9001、ISO 27000，还有这个 ISO 27701这几个审计报告，我们也已经接近尾声，可能在月底或者说下个月初就可以拿到正式的报告。那其实像这些报告，它有涉及质量管理、IT 的安全管理、隐私管理，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数字货币托管这一块，我们应该是在同行里面在合规性和透明性跑得最前面的这个托管机构了。那么我相信在后续的不管行业怎么去变化，然后不管这个市场对于托管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整个 Cactus 团队这个快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是会一直就是满足用户的需求的。OK，谢谢你，Wendy。完全同意，这个行业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接下来让我们谈谈资产管理，在众多需要考虑的面向当中，确保资产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以2位的经验来说，哪些措施能最好保护客户的数字资产呢？我先可以再谈谈我们 Blockdaemon 的质押的服务上吧。所以我们提供的质押服务，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呢是一家非托管的质押服务提供商，所以这表明了在不管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会向我们的客户
要求向我们转移任何数字资产。之前也提到过了，我们的企业和机构客户都可以通过 Wallet Connect 进行Proof of Stake Staking。这类似于 Cactus Custody 所提供的 DeFi Connector 的功能，能让机构客户能够通过 DeFi 协议安全无缝的连接。由于所有的质押交易都通过链上智能合约进行，因此客户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我们的质押服务。还有呢，就持有这些数字资产的私钥呢，其实始终都是保留在客户手中的，或是保存在像 Cactus Custody 这样一个安全、透明、高效的机构托管服务里。对于用户质押用户的话，他们应该都听过 Slashing 吧 ？Slashing 其实是质押客户所知的一个风险之一，是内置于权益证明区块链协议中的一种机制，用于阻止验证者的不当行为。Blockdaemon 其实是市场上第一个提供 Proof of Stake Staking 保险的公司。我们保证，如果我们的客户在任何情况下一节点故障，造成了 Slashing 遗漏收益，这些损失呢，我们180%都全由 Blockdaemon 承担。OK， 那OK，那个刚才 JZ 也说了，就是在整个 staking 过程当中，有一些关于比如说 Visual Key 啊这一些关键的一些私钥都会交由就合规或者合格的第三方托管来承担。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看到，由于数字货币托管这个业务的属性以及它的去中心化、匿名化的这些特性呢，就要求了 Cactus 在安全上面就要做到极致。那通常呢，我们会从以下3个维度去跟用户介绍 Cactus 的安全保障，它分别是物理控制、技术控制和流程控制。那什么是物理控制呢？简单来说就是私钥的安全管理，无论是温存储还是冷存储 ，Cactus 的私钥都产生并且存储在 FIPS 1402 Level 3以上的加密机当中。那么这些加密机的型号，我们当时选型的时候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分析，他们本身在这个传统的金融领域、军工领域或者一些这个航空领域都已经有了几10年的成功的应用，所以我们才敢放心的把它引入到数字货币当中去作为商业使用。然后呢，选择好了可靠的加密机之后，我们还需要把这些加密机部署在 Tier 4以上等级的数据中心。那么同样的，在去选择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是实地的、多维度的去考察这个数据中心的安全。它不只是要满足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 data center 或者数据中心的一些要求，我们本身还会对它做一些安防的加固，让它达到一个更高级别的要求。那么所有的数据中心呢，我们也只是对极少部分人开放访问权限，从外到内，至少会经过5层以上的物理检查，可以说就是才会有一个人员物理上的接触到了我们的设备。那么除了这个本身的数据中心这个加密机的这个安全的存放以外呢，我们数据中心也会要遵循一个高可用以及这个远程灾备的机制。那么我们甚至在香港和新加坡也会有这个异地的灾备，真的是把这个风险控制到了极致，甚至考虑到了一个地区比较大范围的一些物理的地理的上的灾难，可能我们在另一个城市也能够在近短的时间内把同样的这个钱包和数据恢复出来。那么说完了物理控制呢，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啊，那我们这个私钥其实是让黑客从外部攻破是非常的难了，因为说首先这个 HMC 本身它的机制就已经非常的牢靠，那我们就需要防止说通过这种非授权的访问来去将这个资产去做一个非法的转移。所以说后面更多的需要一些技术的控制和流程的控制。那什么是技术控制呢？就是通过各种防御和检测工具，或者通过一些多签的机制来保障我们的资金安全。例如呢，我们所有的发到我们底层系统的交易都需要用户对交易的信息进行签名，我们会给用户去发送我们的一个 UKey。当然现在看可能有一些用户觉得并不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各种机制的去对比和校验，它确实在安全上面现在是最有效的。而且这个数据签名的信息，我们会从
用户发过来的第一次到了最后机器签名前当中，也会有多个环节独立的校验这个签名的信息，并不会说所有的数据相互依赖，一直传到最后一层，来保证说我们这个交易的真实性。那么流程控制呢，就是指落实我们严格的规则、运营制度、工作流程，然后将这个安全机制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例如说，我们每一次进入到数据中心，都需要经过层层的审批，而且至少需要2个人同时进入，我们禁止1个人进入数据中心，而且这些审批的过程、审批的流程一定是要留好第三方审计的。那我们安全中心呢，也会持续的关注员工的操作习惯，定期的对员工进行安全测试。如果有违背安全红线行为的这些行为，公司呢是采取零容忍态度的。就是我们常说呀，这些安全它遵循的就是一个木桶效应。虽然很多就是一个木桶，虽然有很多块这个木板去围成一个木桶，但是往往是最短的那一块板决定了这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这里呢，就是我们也会给一些就是正在寻找第三方托管服务的用户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当你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尽可能的要从多个维度去评估这安全，就不要单独的钻入到一个很小的细分当中，然后忽略了其他更完整的一些安全的要素，这样是对您也是对大家的资产的一个更加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这以上就是我的简短的一些介绍，谢谢。谢谢 Wendy。那木桶的 example 真是用的太好了。接下来，自从去年以太坊进化到 Shapelo 后，POS 在区块链网络占有十分关键的地位。能讨论一下 staking 对你们客户的重要性，以及你们公司是如何支持 staking 的吗？嗯，那我先讲解一下吧。关于 Blockdaemon 如何支持我们 staking 客户的需求。之前也有提到，其实我们 Blockdaemon 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质押客户提供2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质押。第一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Blockdaemon Web App 连接 Wallet Connect，这能轻易的进行 staking， 让我们客户获取收益。其次呢，我们的 staking API 也提供了跨协议的单一端点体验，并且通过创建自动化交易和数方节点验证过程来简化委托流程。这项服务现在涵盖了以太坊、Solana、Polkadot、Polygon、Near、Cardano、BNB 等等的 Proof of Stake 的区块链。我们其实呢也在 Staking Reporting API 提供了十分便捷的访问权限。这包括用于金融数据分析的质押报告。我们的 API 提供区块链网络上质押数据的编程式访问，这允许开发人员探索和监视质押指标和性能，并在质押环境发生变化时能够接受及时通知。最后，我也要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专业团队其实分布全球，帮助客户解决和解答任何关于质押的问题。我们团队都具备了相当的专业知识，在不同阶段可以指引我们客户适应每个区块链网络和 Proof of Stake 质押上的细微差别。OK，就说到staking 这一块呢，就 staking 它是 POS 生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么在 POS 的区块链中，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奖励机制来激励更多的验证者参与，从而保证足够的去中心化的这个机制，然后呢，也让很多长期支持数字货币的用户能够以一个最低的风险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那 Cactus 也是看到了 native staking 的这个需求，尤其是在之前长达1-2年的熊市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资金都存入到了这个原生质押的里面，然后也是以一个非常低风险去赚取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益。那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说，这是一个硬需求。所以在去年 Cactus Custody 也推出了原生质押的服务，用户可以在 Cactus 上面呢进行一键质押，并且能够看到实时完整的收益的数据。而且我们还支持用户存放在
将存放在冷存储中的 ETH 进行参与，这给那些希望长期安全持有 ETH 的用户呢，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息的路径。那后续的计划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支持更多的区块链，给更多区块链的 staking， 给用户更多的选择。那最后这里我也是非常感谢 Blockdaemon， 它提供了灵活的 staking 的方式，就比如说之前有说的，可以用户就直接通过连接这个 DeFi Connect 就可以将资产质押到这个 Blockdaemon 上面的stake 协议上面。那其实 Cactus 的用户现在也据我了解也有不少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质押上去的，这也为我们双方的一个合作，各自发展各自所长，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基础吧。也希望我们双方以后能够在 staking 这一块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太客气了，Wendy，谢谢你才对。那除了 staking 以外，近期的热门话题依旧就属 DeFi 了。再请问一下 Wendy，Cactus Custody 如何让用户在不离开你们的平台的情况下，连接到各种不同的 DeFi 协议，以保障安全的呢？说到 DeFi，我觉得就不得不提的就是 Cactus 的 DeFi 账户，这就是一个专门为用户打造支持 DeFi 操作的账户类型。就是回到这个历史啊，倒推历史，应该是2021年，就 DeFi 刚刚兴起的时候，其实当时 Matrixport 自己就有大量的访问 DeFi 协议的需求。那会儿我们公司内部也会去通过 DeFi 去赚取一些的收益。但当时我们就看到了集团内部所有的数字货币的资产都托管在 Cactus， 也就是它的私钥都是在加密机中存储的。那唯独只有 DeFi 这一块使用的是 Ledger， 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只有 MetaMask 它支持访问 Ledger， 然后呢再通过 MetaMask 去连接 DeFi。这个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单点风险。那正当我们在思考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想是否要自己去建一个DeFi 就 Connected 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 MetaMask 它正在推出 MMI 的产品的计划，然后我们就主动联系到了 Consensus， 就是也很有幸成为了他们首批的合作伙伴。当然在之后呢，为了提升用户体验，我们在2022年也推出了自己的 DeFi Connector， 就叫做 Cactus Link， 这是一款同时支持 EVM 和非 EVM 兼容链的插件，并且呢，通过这个插件，我们是支持通过用户选择私有 RPC 进行交易隐私保护的广播，然后用户也可以呢去进行一个交易预执行，也就是当这个交易发布到链上的时候，它可以提前看到我这一笔操作对于资产带来的变化，我这个操作在链上执行是否会失败或者成功。那这一系列的操作呢，其实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安全保护上 ，Cactus DeFi 的账户呢，其实是同时满足了机构用户的3大核心诉求的。第一，就是通过我们的 Cactus Link 或者说 Cactus 的 DeFi 账户，就用户能够有类似普通 MetaMask 操作的这个一致性和广泛连接 DeFi 应用的这么一个体验。第二呢，就是通过我们 DeFi 账户呢，它的私钥同样是可以采取最高级别的安全控制，就私钥不会在任何的个人手中存储，而是放在我们的安全机房中的加密机当中。第三呢，在 DeFi 操作上仍然可以实现这个权限分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包这个私钥对应的资产，就是用户可以去设置说，我一个理财员，只有理财员才可以去访问 DeFi， 那么只有说我有这个制单员，也就是我们说的 Maker 可以去发起提币，然后会有不同的 Approver 就审核员去对这个交易进行审核，那么就大大的降低了公司里面员工发生错误操作带来的影响，或者说可能员工的一些作恶带来的影响。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 DeFi 账户呢，也是我们很多这种合格和基金用户，他对于这个 DeFi 账户是一个重度依赖的，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重要的工具之一。谢谢你，Wendy， OK，真是不简单。那请问一下 ZJ，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可以帮助像 Cactus Custody 这样的机构去促进 DeFi 的发展呢？让我先讲解一下，我们 Blockdaemon 在节点管理和服务上，都具备了哪些基础设施吧。
我们拥有自己的监控工具和保障措施，可以监控和管理多达15万个活跃节点的运行时间和性能，涵盖全球所有节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Blockdaemon 其实利用企业控管和 SIEM 工具，如 Sumo Logic 和 Grafana 来记录、控管和审查事件数据。我们的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呢，其实是通过 ISO 27001认证的。此外，Blockdaemon 与不同区块链协会的技术团队也有着密切的交流，这以便尽早获得有关链上的信息，如升级警报等。我们也时刻其实注意着协议的警报通道，以及他们的 GitHub 或者 GitLab 的存续库，以获公告和发布。我们的相关社群中呢，都保留着相当的活跃性，以确保团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最新的消息。目前呢 ，Blockdaemon 和 Cactus Custody 的合作呢，都专注在节点和 API 服务上。为了确保我们能为 Cactus Custody 提供可靠的连接性和可被置信呢，我们基础设施是由专业工程师团队进行全方位节点管理，具有高度扩展性和灵活性，并能达到99.98%正常运行时间。因此Cactus Custody 其实可以完全信赖我们，他们也不用依赖公共基础设施或者花时间管理自己布置的节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跟 Cactus Custody 的合作都有相当一阵子了。自从我加入 Blockdaemon 到现在，我和 Wendy 都是经常有在讨论如何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合作。谢谢两位。接下来大家都说2024会是牛市，以你们的看法，区块链产业再来会有哪些趋势？两位的公司又是有什么相应的规划呢？所以以我的看法呢，其实我们有看到2024年年初的时候，市场已经迎来了美国社交会，就是 SEC 首次批准11个比特币现货 ETF。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呢，我们也将看到几项会备受瞩目的事件发生，例如比特币减半，美国现货以太坊 ETF 的推出。随着更多的技术创新打入加密货币行业，我们也看到 DeFi 再次受到瞩目。所以之前呢，我们也有讨论到 DeFi 的一些话题。近期来呢，更是听到许多机构对于像 EigenLayer 这一方面感到兴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几年前以太坊在质押上的改变呢，自2022年9月合并以来，以太坊或 ETH 的验证者数量其实已经翻了1倍。跌幅期其实发生在2023年4月 Shibata 升级后，科舍级其实允许了用户者可以退出质押，这也消除了传统机构对质押的障碍。不过呢，随着验证者数量增加和熊市的持续呢，我们也看到以太坊协议的奖励率有了显著的下降，导致呢机构质押者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回报率。近日来，在 ETH staking 这一块，大家都把精神集中在了 EigenLayer 在质押上，由 EigenLayer 率先引入，将质押其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允许质押的以太币不仅用于保护以太坊区块链，其实呢还可以用于保护其他服务，因此让ETH 验证者有新的突破和管道获取更高的收益。在这一方面呢 ，Blockdaemon 其实很早期就与 EigenLayer 在探讨合作方面，积极参加了他们在节点的运营，并成为首批支持他们 ABS EigenDA 在测试网上推出的合作伙伴之一。如果对 EigenLayer 感到兴趣的听众呢，其实可以随时联络我们 Blockdaemon 团队，了解更多这一方面的详情。OK， 那我说一下我的观察到的吧，就是我认为2024年的牛市已经到来。其实我们从前面的2-3个月的市场就已经能够看出，
市场这个币价的增长的情况。虽然最近这几天可能有一些回调吧，但我觉得后面还是会有继续前进的一个趋势的。希望之后不要对我的预测打脸。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在这一轮牛市呢，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家对于 staking 和 restaking，也就是再质押，已经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市场的需求。那市场的这个思考主要在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说如何在牛市让 ETH 产生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呢，是如何在牛市呢，让原本只有这个价值储备的 BTC 也能够带来稳定的收益。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其实最近就出来了很多 BTC Layer 2的这个跨链项目。由于 BTC 它本身协议的这个局限性，那在跨链的过程中呢，这些项目都希望能够有可靠的权威的托管机构参与其中。就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也确实和不少这个 BTC Layer 2参与了一些跨链的方案的讨论，并且呢，也正在为某些项目提供跨链储备金的保障服务，来增强这生态的安全和信用。那在这个过程中 ，Cactus 呢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外合作，来支持更多的生态的发展。毕竟只有这个生态和社区逐步壮大了，才是对我们整个行业当中最有利于的。每一个行业当中的任何一个机构，才有可能说在这个牛市当中，带来最直接的一个收益。这就是我对于本轮牛市的一个看法吧。谢谢你。在任何行业里，客户服务及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区块链这个变幻莫测的产业里。Blockdaemon 和 Cactus Custody 是如何确保客户随时都能得到最好的服务呢？我想必大家都知道吧，区块链是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间断的在运行的。没有像就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这样有开盘和收盘的一个概率。因此 Blockdaemon 提供全天候的支援服务。我们的客户其实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直接联系我们团队。像例如我们有客户喜欢用 Slack，或者在线聊天、微信、Telegram，以及电子邮件等等的联络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在全球的各个角落都拥有技术支援团队和技术客户经理，确保我们能覆盖所有客户所在的时区。再来讲呢，其实 Blockdaemon 是一家 B to B 的公司，所以我们只专注于为企业机构带来一流的服务。我们为我们每个客户都提供独特的联络渠道，以及他们都会有自己专属的客户经理，确保他们都随时联系上我们。除此之外呢，Blockdaemon 亚太团队其实都能够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这包括中文、韩文、日文、粤语和菲律宾语等等，以确保能满足我们部分客户的语言需求。那么Cactus 这边呢，说到客户服务呀，我发现就我个人的经验就发现很多人会误以为只有上了线的，就是线上的已经使用服务的这些客户，他才需要客户服务，或者说才能感受到客户服务。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认为客户服务它是一个贯穿在用户在这个平台上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服务体系。就从我们的 BD 接触到客户的一瞬间，到客户开户，然后使用系统，以及到后面可能这个客户他面临着要退出服务，各种的原因可能要去关户。那么这每一个环节呢，它其实都是需要客户服务的。Cactus 在5、6年的运营当中，逐渐制定了一个完善的客户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并且都有对应的团队对这个管理的结果进行负责。那为了获得这个用户最直接的这个反馈，我们的管理层也会直接在客户群去关注用户的一些消息，及时收集用户的需求，那持续的对我们的这个流程进行改进。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对我们的员工进行培训，尤其是这在一线的，他会直接面对客户的这些员工，比如说 BD CS Engineer，就是售前工程师，然后包括我们的运营，然后合规，甚至到了后续的一些这个，可能在某一些，比如说资产这个
储备金的一些报告，就是包括这个财务这一块儿，就是财务数据一些支持这一块儿，我们都会要进行这个员工的持续的培训，让他能够懂得用户的业务，懂得用户他在他的业务场景中，他的很多的这个名词的就不同的这个定义和它的意思，这样才能够知道如何去解决用户的问题，然后会以一个更加专业的态度去服务客户。所以说，前面也有说，就是整个数字货币行业它是变化非常的快嘛。那么在这种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大家持续的去学习，才能够给用户更好的客户体验的。OK，谢谢两位。那很快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自从比特币 ETF 推出以来，我们见识到越来越多的机构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产生的兴趣。最近有没有出现任何让你感到惊讶的客户群体或比较独特的客户需求呢？我自己认为也不是说关于很惊讶或独特的需求吧。就在近期来，其实看到了许多当地政府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扶持和推动加密货币市场的同时呢，他们也敏锐的在为其制定严谨的监管措施，确保区块链的安全快速发展。我本身认为，这在区块链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因为这随即而来，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等等，采用数字资产和区块链。这对于往后在加密货币领域的机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意味着在安全性、合规性、审计、保险等等方面，也会有越来越严格的需求。这些正是 Blockdaemon 的价值所在。因为我们除了和像 Custody 这般合格机构及托管商合作之外呢，我们也拥有世界最大的托管人，纽约美隆银行 BNY Mellon，Ciba Bank 一家设立在瑞士的加密银行 Revolut 一家国际汇款业务而闻名的 FinTech 公司，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的客户。因此在这一方面 Blockdaemon 其实能为任何可能涉及到客户权益的市场及法令有着充分的准备，确保我们客户能在 Web3 的未来赢得先机。OK，说到这个机构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产生的兴趣，我就不得不再多说一些 Cactus 的历史。就是在 Cactus 成立之初，其实我们的定位就是成为数字货币的企业网上银行系统。那其实在，当时2018年我们最早建立这一个系统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自己公司内部的数字货币管理难题。因此呢，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是业内最早提出要去分权分域管理。什么叫分权分域啊？就是说，在我一个钱包里面，我会要有不同的business line 或者 workspace，就是工作区。然后每一个区里面呢，会有不同的人员要去共同的用不同的权限去管理这样的资产。那么这个在当时提出来呢，其实是非常非常超前的概念，因为当时只有我们自己公司内部，就是吴继涵先生他提出说。一个数字货币企业要去发展，那必然会要有这么一个坚实的基础设施，让所有的机构能够参与进来，才可以去让生态有更好的发展，而不是所有的机构的资金天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被黑客给黑了。那么我们正常的法币世界里可以看到，在财务部门会有这个出纳，会有这个审核的这个财务主管，然后会有 CFO， 他们可能都是有不同的权利，会对不同的资金的额度或者说一些使用场景去做审批。那么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呢，同样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分权去做管理的。所以我们当时做了这一套钱包系统。那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业内很多人是很质疑的，他们觉得币圈无机构，最多就是大 V 吧，可能更多的是以散户为主。但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就是我们就很高兴的发现呀，现在的资金都逐渐的向机构转移了。就例如这个基金，就逐渐成为了数字货币领域最活跃和最重要的群体之一。
那机构对于钱包的这个安全性、合规性，还有这个权限的控制呢，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相当于就是 Cactus 最初的预想和判断得到了市场的验证。所以呢，今后我们也会更加的坚定的做好机构级的这个钱包产品。除了前面说的 staking、tax link，还有多管理员这些机构属性特别强的这些产品，我们呢马上可能就是在月底或者4月初的时候会推出 Cactus Oasis，这个就是线下交易所轻结算的产品。就是至此呢 ，Cactus 的用户的资金可以在不出 Cactus 钱包的情况下，无缝的连接到 DeFi 和 CeFi 的两大生态体系。这个不但能够让用户避免在不同钱包或者交易所之间搬砖的成本，提高用户的资金的安全，更是大大增强了机构的资金管理的效率，满足了合规的要求。那长期来看呢，我认为 Cactus 会继续的以安全合规为基础，然后以强大的机构功能加上高质量的客户服务为抓手，持续的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企业数币网银系统。OK。非常感谢 Wendy 和 GJ 今天的精彩分享，你们对区块链的贡献显而易见，期待你们继续引领我们行业的发展。在结束本期播客之前，我想对所有的听众表示最深的感谢，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谢谢你们，我们很快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